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可能很多人不了解我们，都说我们每天改造的太慢了，不收拾环境，不收拾房子。然后我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经历的一些事情。大家看到这个场景是否似曾相识？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已经快天黑了。我和小琴走到这里，哇，被这里的这个房子震惊到了。我感觉这个位置太美了，这就是我们所向往的一种农村田园生活。这个房子很开阔，而且是独门独户，前面是无遮挡的。走到这里啦，我和小琴就站在这个院子里，看往远方。我们就已经幻想了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房子给拿下来。我们想坐在这里，每天过着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。那个时候的房子特别的烂，而且呢，我们在改造的过程中，每天都要从这下面走路上来。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钱，我们骑了一个踏板车。我们的踏板车因为是烧油的，我们就是担心耗油，每天都把车停在下面，然后从下面走上来。每次走上来啊，都是气喘吁吁，累得不行。但是我们依然的坚持往下面每天走上来，还要扛着东西，还扛着一些锄头啊，一些改造房子的工具。那个时候啊，满心都是对世外桃源的向往，对田园生活的这种执着。我们每天来改造这个房子，那房子真的是很破很破，大家知道吧？可能是全村最破的一栋房子，里面啥东西都有，那些垃圾啊堆积成山。我可以这样跟你们说啊，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，女孩子中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得过小琴的，只有她才能吃这样的苦，因为看不到任何希望，没有。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观众的，没有人知道我们在改造房子，而且我们改造房子已经把第一次改造结束以后，我们都没有发过任何的视频，也没有想过要通过这个房子去做流量啊什么的。我们那个时候就纯属的爱好，想把这个房子给它改造好，然后坐在里面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在这里把这个房顶改造好以后，我就跟小琴下山。那个时候我们在锯一些木头，那些木头我们把它锯起来，堆积起来拿来烧嘛。后来我们下山的时候，我就说小琴，我们拍一个视频记录一下吧。我们一路拍着下去，全程无剪辑的。然后发到YouTube 以后，发现很多人对我们这个房子很感兴趣，也特别喜欢我们的生活日常。然后我们就发了这么一个视频，然后就有10多万人看。我说大家既然喜欢看这样的视频，那我们就多拍一些分享给大家。然后我们就每天拍摄我们的房子的一些进展。那个时候我们在发视频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房子其实那些垃圾什么都已经收拾完了，已经没有什么可收的了。我们就是叫大哥来给我们砌砖。砌砖我们就是这一砖，大家都知道是大哥来砌的。那个时候我们还刚好养了灰灰，然后大哥来砌砖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些砖砌过去，然后我们该锯的木头都把它锯掉了。那个时候这些墙啊，这个木头全都是腐蚀的。这里一共锯了2根木头。以前我们想的是这后面做一个卫生间，我们的卧室就设在这里，然后简单改造就可以入住那种。但是因为后面种种的想法，可能又想做民宿，然后进来另外这边的砖房，那个砖房没建起来，我们就不说了。然后带大家进来看一下这个房子。别看现在这么乱，因为我们每天都有收拾完以后，一会他们就在这里面翻得乱七八糟，这是正常的。以前这个房间一进来啊，全都是一些垮塌的木头啊，一些碗具，什么锅碗瓢盆的都有，特别的乱。然后人都走不进来，特别是这个房间啊。那个时候走进来的时候，这个房间地上全都是那个布，就是主人家以前用的那些，袋子啊，什么都有，那种腐朽的木头啊，一些碎具在这里。这里有个楼梯，然后爬上去的话，这个顶都是塌了一半的。
然后我们在楼上都不敢动，因为随时都会塌下来。在上面还放了一些发霉的稻谷。这里的顶完浴是没有的，以前这外面下大雨，里面又下小雨。这个房间我们是收了很久，有很多老人家的旧衣服啊，还有一些玉米糊，我们收到那边去，焚烧都烧了大概有1个多月才烧完。这个位置是我们加装出来，这也是大哥来砌的墙。还有这个大厅，这个大厅当初是比较干净的，后来因为我们把上面的那些玉米糊，还有主人家以前做鞭炮的那些工具，还有那些垃圾全部扔下来，就把这个大厅堆了这么厚，还有那个废瓦片，大家知道吧？每天成天成日的来清理这些垃圾。我们那个时候是没坐在上面的，不通水不通电，啥都没有，连做饭的地方都没有。我们每天自己带饭到这上面来吃，然后中午都没有休息的地方，每天都是这样，从早上来到这里，晚上看不见了我们才下山。那个时候多么的累，多么的辛苦，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改造房子是全程没有发视频的，已经做了1个多月都没有发我们的视频，我们只是每年拍一点零零碎碎来记录我们的这个过程，就想的是以后老了再翻出来看一看。那个时候这里是厨房，厨房这上面是没有封顶的，只封了一半。那上面好多的玉米糊啊，被那个锅烟熏的，到处都是。我们每天虽然戴了口罩，但是鼻子里面全都是那个黑的锅烟。这里以前有个灶台是这样砌的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灶台也砸了，把这些铲出去扔掉，然后在这里开了一道门。这里以前也是堆了很多的柴火，很脏很乱。这个房间其实我们也是收了很久，花了很多功夫来收的，然后把它收干净以后，就叫老爸来做了这个灶台。现在楼上更脏，但是现在大家是可能回忆不出来那种感觉了。这个房间也是，现在我们是堆了一些杂物在里面。本来这里也是弄得整整齐齐的，一横一竖，就喜欢在这里面呢，翻箱倒柜的。那个时候这个房间也是倒塌了一半，这里放了一张床，那个床被我们拆卸掉了。这里的墙壁已经塌没有了，也是很脏很乱，也是很多以前老人的旧衣服啊，一些瓶瓶罐罐，特别的脏，还有一些药品啊，我们也是全都收到那边去，也是烧了好久才把它烧完。这个房子其实，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辛酸与辛苦啊，是没有人能共鸣、能够理解的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像他们刚买房子那样，整天的去拍一些视频去发，可能我们做了1个星期才拍出这一些零零碎碎，然后制作出来的视频可能就只有几分钟。然后我们是花了很久去收，每个房间都是整天的收，几天才能收出1个房间，然后可能1个房间收拾完后都拍不了1分钟那种视频，就是全都是这里收到那里，那里收到这里，特别的辛苦。我们也是把它人参出去了，以前这里是后阳沟，然后这里也是砌了砖嘛，这后来砌的，以前一开始都没有计划要砌，后来这里是让老爸来砌的，那边都是大哥砌的。这上面也是有隔的，以前这里有个楼梯，这里有个粮仓，这个粮仓也是被我们拆卸掉了，这些座头也是腐蚀的。所以说我们这个房子为什么至今没有做进来，就是因为这个房子的结构出现了问题，而且加上我们做了2层，如果说不做第2层的话，这个房子我们还是可以简单装修入住的。这间房间的楼板我们依然是保留，给它恢复了，以前就是这种阁楼。以前那个阁楼是发霉的，完全没有办法用。我们是把这个木板全都敲掉以后，在下面打了一层地坪，才做了这个阁楼。像这样就要干净一些，就不怕一些蛇虫蚂蚁在下面打洞什么的。这个大厅以前它是没有这个厅楼的，这个厅楼是我们后加装的，就是为了利用2楼像这样弄的。这个院子以前它是下沉式的，这里有一个台阶很高，我们为了修化粪池，然后把它填平了。不修化粪池，我们也是打算给它填平的，因为我们这个院子太小了，为了让院子大一点，让
也很说在这里玩耍安全，所以说才把它弄成了这样。大家还记得这里吧？以前这里是2个茅坑，我们也是收了好久，也是在这里，把那些腐蚀的木头拿来在这里烧，也是烧了1个多月。那个时候特别的脏，里面好多以前的养猪的那个猪粪。我和小新站在茅坑里面把它铲出来，那个时候真的是比体有多累了，但是我们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有多累，就是每天一心想的就是赶紧把房子弄好，赶紧入住。你看这里也是长了很多的杂草，那个杂草的根我们也是一点一点的把它铲出来的啊。因为以前这里就是关牛的，外面那2间是关猪的。然后我可以带大家到楼上去看一下。还有这个后阳沟，当初也是放了很多的柴火。我们这个房子可能是全村柴火最多的，垃圾最多的。还有后面那个我们1万多买的那个房子，我们当初虽然没有把它买下来，我们也是给它收拾干净了的。那个时候啊，这些砖块和瓦片真的是我和小新一砖一瓦的给它扛下来了。虽然叫了工人，但是我们自己可能比他们做的更多。唉，真是感慨万千啊！大家看，现在的2楼和以前的2楼对比，以前这里有个楼梯，我站上来，我跟小琴在这里站着，我站这里，小琴站在那里。然后我又说，小琴，我们在这楼上做一个卧室吧，我想做一个看星空的房子，然后躺在床上就能看星星、看月亮。一晃4年过去了，还是没有实现。以前真的是这些木板呀，全都是腐蚀的，随便踩一下人就会掉下去那种。然后到这边来，这里也是正的楼板，但是这个位置是空的，这些都是我们后加装的。大厅以前是完全没有的，然后这一块都是我们自己加装的，然后做出来这么大一个大厅。还有这边，这个厨房这里是放了很多那个玉米糊，特别脏的那个黑锅烟，这一把它先弄下去，到处都是那个黑晕。你看，这后面这些以前都是，放了很多那个炸药啊，或者那个什么粉末，一弄身上就是那种灰尘，洗都洗不掉的，真的是很心酸。那个时候做这些，感慨万千呀。现在完全看不到以前的痕迹了。我们以前的视频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就说我们每天就只知道玩或者做一点饭吃，都没有做一些实质性的东西。因为我们干活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，所以说一直关注我们的人可能知道一些，后来这样的人啊都是不清楚的。小琴从当初的一位小姑娘，到了现在变成2个孩子的妈妈，小琴你后悔吗？不后悔，有什么后悔的？你看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，你就无条件的支持我来到这里改造房子。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时候我们要是交往不下去了，会不会感觉很后悔？不会呀，其实已经认定了你了，谁会后悔呢？即使再苦再累，我觉得都是值得的。只要我们现在一家4口，加上爸爸妈妈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我觉得就很开心了。这就是我们最初的初心，想要一家人在一起过田园生活，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吗？这是很多人都羡慕我们的，有什么可后悔的呢？真的，我可以说没有任何人比得过小琴，因为我们到这里来没有任何的收入，也没有资金的流量。那个时候我们纯粹的就是爱好，没有想过要通过房子来做自媒体，来做这些什么的。我们那个时候改造房子唯一的想法就是在这里坐着看着星空，叫一些朋友到这里来喝茶聊聊天，真的是很单纯的想法，都没有想过要发视频。我们改造过程中偶尔拍了一些零零碎碎，都只是为了记录，都没想过要发出来，只是偶然一瞬间，想了一下发出来，然后突然间大家喜欢，才一直坚持到现在。其实我们刚开始从买这个房子一直到
第一批师傅改造结束，其实我们都没有发视频。对，我们一开始没有叫师傅来之前，都是我们自己在收拾。我们把里面的所有垃圾全部清理干净了过后，才叫的第一批师傅。然后第一批师傅改造完结束过后，他已经走了，然后我们才开始给大家看我们买的这个房子的。对，所以说现在大家都说我们太懒了，从来都不收拾房子，没有别人勤快，没有人的这个进度快。我看了这下，我真的是很心痛啊！我不是心痛我自己，我是心疼小琴，因为小琴付出了太多了，这是没有办法人能理解的。我们现在做到这一步，其实都是经历了很多的辛酸。如果说那个当初遇到一点小挫折就走了的话，肯定这个村也不会有任何人来到这里来的。估计这个村都已经变成了无人村吧。对，这些房子就算送别人，别人也不会来的。对，现在我们在这里坚持了差不多4年了，因为我们结婚已经3年了，再加上我们刚开始谈恋爱没有结婚有1年，所以加起来的话，在这里4年了。4年感觉还是改变了很多。整个村寨，你看现在已经有更多的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买房子，和我们一起做邻居。然后村寨里面的这些房子也不是一栋一栋的倒塌，而是一栋一栋的给它改造好建起来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村它就不是慢慢的消失，而是慢慢的兴旺起来。